北京风声鹤唳，习近平失势政变倒数、健康异常的爆料满天飞。但当外界还在问他撑得住吗？权力边缘的动作却一波接一波，像是同时板动三道枪栓。其一，山东舰访港炫舞，甲板变舞台，万人登舰打卡，炮火对准台海。这场秀不只是给香港看，更像是对着宝岛与华府遥遥比划。其二，央视公开断电飞弹，90发石墨炸弹，直指关键电网，讯号清晰，瘫痪对手社会运作，将是开场动作之一。其三，93阅兵预演加速，谁出场谁缺席，外界都在解读军权的天平是不是正在悄悄倾斜。这不是巧合，是讯号的密集堆叠。而在台湾，国军也同步动起来，汉光41号实兵演练全面启动，防空机场保护、指挥中枢备援等科目密集上演。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国家安全不是在新闻里，而是在每一滴汗水里。内有经济失速、军中震荡，外有国际孤立与地缘压力。这张武统王牌究竟是习近平的翻盘筹码，还是即将哑火的最后虚招？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官媒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军委批准7月3号至7号由航空母舰山东号、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香港。这次访问就是一场表演，驻港共军微信公众号实名登记参观门票，名额1万个，2000张门票可参观山东舰，8000张参观舰队成员湛江舰及运城舰。虽然是表演，意味却不简单，似乎不是秀给香港人看，而是秀给邻近的宝岛看。那里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中共国垂涎3尺却一直不能踏足的地方。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下午发布的共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指出，中共再度假借所谓联合战备警巡之名，出动多达25架次包括歼16、空警500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等，配合中共军舰侵入台湾周边海空域。由于从昨天上午6时起24小时内，中共就已经出动53架次共机，再加上今天上午这25架次共机，等于在30小时内累计出动达78架次共机。中共持续以灰色地带行动，袭扰与基建演训，对台施压意图明显。中华民国也是寸步不让，在中共频繁骚扰和挑衅之际，国军将在9至18号进行汉光41号实兵演练。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保卫国家是国军官兵最大的一件事，国军是国家的根，是最强悍的战士。没有国军守护国土，就不会有国家的民生安稳、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不是写在公文上，也不是在新闻联播里，而是在国军官兵每一场演训所流下的汗水里。国军官兵的辛苦坚持是让台湾民众安心的力量。顾立雄强调，现代战争形态已将战场扩展至社会机能，关键基础设施如水电、运输等都成为敌军可能攻击目标，因此守护这些设施就是守护国家生命线，也是防卫韧性的核心任务。此前，中共官媒央视曝光一种疑似新型的石墨炸弹，声称能瘫痪敌方发电设施。社群媒体猜测，可能是剑指台湾电力系统而研发。据悉，这款被形容为神秘国产飞弹，从陆基发射车发射，随后释放出50个圆柱状的子弹药，这些子弹药在落地后会弹起，并在空中引爆，释放出经化学处理的细小碳纤维，用于干扰并短路高压电力设施。该频道表示，这种武器的目的是透过在至少1万平方公尺的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断电，从而瘫痪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今年5月7号，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称，
习近平已下令军队做好准备，如有必要在2027年前攻打台湾。台湾是习近平顺利修改宪法获得连任的最大理由，也是目前他扳回大权旁落局面的王牌，似乎轻易不会放弃。账号向黄2号在 X 发文说，网传习近平失控生病政变都是虚假信息，是中共政治战手段。习近平正高度集中在3件事：一、动员所有人力和资源，为收复台湾做准备；二、准备9月3日阅兵，展示军力；三、与普京合作削弱美元。放假消息是转移注意力，为下一步大动作做准备。中共最怕的还是美国。美国5月重锤炸毁伊朗核设施的行动，扰乱了习近平政府一直以来对于川普不会介入海外战争的设想，让中共必须重新审视川普对于台海问题的潜在看法。中共虽然在迅速扩展军力军备，但与美军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共军没有实战经验，美军却是实战中锤炼出来的军队。中共军队只好向俄罗斯输送军事人员取经。据乌克兰机密信息披露，中共将派约600名军事人员赴俄，进行专业化军事训练，重点聚焦于应对西方武器系统的实战技能。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骇客团体在俄乌战争期间侵入俄罗斯企业与政府机构网络，收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机密，尤其是军事情报，希望学习俄罗斯的战争经验，提高未来面临可能冲突的准备。这些都暴露了共军缺乏实战的致命弱点。最近，法国媒体重点周刊特别制作的全球军力现况专题，重点比较美中两国的军事差距与发展走向。报道指出，中共常在社群媒体上展现军力，也不放过任何庆典大秀肌肉，高调曝光第6代逆踪战机歼50等武器，但中共军力仍远逊于美国。就像伊瑟寓言中的公牛与青蛙，青蛙不断吹鼓肚子，最后却把肚子吹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认为，中国仍远远落后美国，虽然在某些领域发展迅速，但是否能出现技术飞跃，足以劝退美国别与中共敌对。他认为现况并非如此。中共最自豪的是，其舰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对此，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布兰登指出，中国舰艇生产速度比船员培训速度更快，美国在总吨位方面还是遥遥领先。布兰丁预估，到2030年，中共海军将拥有超过425艘舰艇，然而这些舰艇的平均船龄将在2035年左右步入中期老化期，届时将面临大规模更新或维修的压力及人口老化与劳动力减缩的挑战。此外，共军腐败问题严重，军舰在合规上很难达标，这在实战中将是致命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欧习富分析，腐败与随之而来的反腐败清洗运动也令共军战斗力削弱。欧习富表示，习近平不仅清洗了火箭军，还肃清了扮演侵台关键的东部战区。这些不断清洗军方高层的行动影响了他们的效率和战争准备。但他也强调，尽管共军严重腐败，但仍拥有100万大军。美国是能够利用这些弱点，但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台湾不能志得意满，固步自封。最近有专家认为，习近平一心想超越美国，殊不知他的行动正是这种愿景破产的最大因素。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实施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策略，计划经济大行其道，私有经济萎缩殆尽，中国爆发了房地产危机、产能过剩和人口危机，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集团手里，政府负债远超收入，面临破产或早已破产。这些问题正在拖垮这个国家。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在这种糟糕的经济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习近平武力攻台的王牌很可能秒变一颗哑弹，他自己会随着改朝换代的历史大潮中下台。命运似乎早已安排了他的归宿，
你是怎么看呢？请留下你宝贵的意见。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